你顶下那桩秽乱后宫的死罪，受尽千夫所指，你却任由你母亲将我推入深渊。沈婷，若有来生，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臣女有本要奏。臣女要告发新科状元沈婷与后宫嫔妃私通，这榻上的鲜血便是铁证。沈婷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请皇上彻查，赐沈婷死罪。皇上，奴才在状元郎休息的偏殿床榻上发现了这个。到底是哪个不知廉耻的狐妹子，连新科状元都不放过？就是这个眼神。前世我信他寒门苦读不易，信他那句此生不负，我傻傻的站出来顶罪，从此沦为京城笑柄，最终惨死雪地。臣女有本要奏。臣女要告发新科状元沈婷与后宫嫔妃私通，这榻上的鲜血便是铁证。沈婷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请皇上彻查，赐沈婷死罪。谢恒，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若敢在御前信口雌黄，朕绝不轻饶。臣女以谢家满门生育起誓，句句属实。谢小姐，你当真要对我如此绝情吗？绝情？沈状元死到临头，你还想往谁身上泼脏水？皇上明臣冤枉，臣与宫中娘娘清清白白，绝无半点苟且。那偏殿榻上的落红，你作何解释？皇上，那根本不是什么嫔妃的落红，是谢小姐。那夜在后花园，谢小姐哭着拦住臣，说谢家逼她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求臣。好一条会反咬一口的毒蛇！前世你用这一套哄我顶罪，如今居然直接就用来诬陷我逼婚。臣一时心软，没能推开他，酿成大错。臣本想今日宴后便求皇上赐婚，哪怕拼着这功名不要，也要护谢小姐周全。可臣万万没想到，谢小姐冷静下来后，竟因为害怕连累谢家名声，反过来诬陷臣与嫔妃私通，那是诛九族的死罪啊！谢恒，你这是要逼我去死豪，全了你一人的清白吗？沈婷，你这番颠倒黑白的说辞，不去戏帮子唱戏，真是屈才了。谢小姐，我知道你害怕，但你不能用全家性命开玩笑啊！你口口声声说我逼婚私奔，证据呢？凭你两滴鳄鱼的眼泪，就想解脱你秽乱后宫的死罪？皇上，微臣清白可见，若臣当真做下秽乱宫位之事，愿立刻伏诛。可若只是儿女私情引出的污蔑，臣宁死也不能认。放肆！本宫看中的驸马，岂容你这满口胡言的贱人编排？原来如此。更深路中，郡主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本郡主特意避开人。沈大人，若母亲执意要你上主，你当真会娶我吗？前世我只知长公主偏爱沈婷，以为是欣赏她的才华，原来她早就动了招驸马的心思。难怪前世她急着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她根本不是在护短，她是在保全皇家颜面和她未来的女婿。长公主殿下，大殿之上，皇上尚未定夺，您一句满口胡言便要定臣女的罪吗？好个牙尖嘴利的谢家女！你口口声声说她与嫔妃私通，证据呢？那榻上的落红，分明就是你想赖上沈大人自导自演的一出安糟戏码。你以为给沈大人扣上秽乱后宫的罪名，皇上就会相信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母亲说的对，像她这种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定是被沈大人拒绝，恼羞成怒。长公主既然要证据，不如请太医来验一验那床榻上的血迹，再查查今日有哪位娘娘偶感刚寒缺席了宴席，真相自然大白。住口！你这毒妇，死到临头还敢攀扯后宫！来人，把这满嘴谎话的毒妇给本宫拿下，当众搜身。若是搜出什么见不得人的情线私物，直接割了她的舌头，押入大牢。谢小姐得罪了，拿开你的脏手！我是朝廷正三品大员之女，谁敢辱我？反了！你这贱人竟敢在御前当众撒野，给我扒了她的衣服搜！长公主殿下，这里是太和殿，坐在上面的是天子，皇上尚未发话，您越主审案，二不问缘由，上来就要搜臣女的身。您这么急着要用私刑堵我的嘴，到底是在维护皇家体面，还是在包庇真正混乱后宫的真凶？你血口喷人！本宫是为了什么？为了保全你那准驸马的狗命，所以就不惜牺牲朝臣之女的清白，把这桩诛九族的死罪强行降为儿女私情的丑闻吗？这疯女人居然敢直接点破长公主的私心，再让她闹下去，皇上肯定会彻查。皇上肯定会彻查。皇上，微臣清白可见，若臣当真做下秽乱后宫的死罪，愿立刻伏诛。可若只是儿女私情引出的污蔑，臣宁死也不能认。这疯女人居然敢直接点破长公主的私心，再让她闹下去，皇上肯定会彻查。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无礼之人拿下！若有反抗，即刻拘押。够了！太和殿上，文武百官面前，拉拉扯扯，成何体统？长公主，你当朕死了吗？皇兄息怒，臣妹只是看不惯这毒妇污蔑状元郎。谢恒，你宁死不屈，非要状告沈婷私通嫔妃，这等泼天大案，若你拿不出确凿证据，今日要为你谢家九族这句话陪葬。臣女恳请皇上即刻下令封锁后宫，核查各宫娘娘去向，并让太医验床榻血迹。绝对不能查，一查全完了，必须立刻把这水搅浑。皇上，微臣本想保全谢小姐最后一点名节，宁可自己背负着莫须有的骂名。可事到如今，谢小姐不仅要毁了臣，还要拉整个谢家陪葬，臣不能再隐瞒了。你有什么要说？皇上，臣与谢小姐确有私情，这便是谢小姐前几日亲手绣给臣的定情信物。她怕私奔不成被抓，以此物要挟臣，必须带她走。我的贴身手帕怎么会在他手里？真的是谢红的名字，连贴身私物都交出去了，还敢狡辩没有私情？太不要脸了！分明是自己不知检检，还想反咬一口。谢小姐，事到如今，你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认错吧，哪怕你名声尽毁，我沈婷也愿意明媒正娶，保你一命啊！既然谢小姐不见棺材不掉泪，来人，给本宫好好搜搜她的身。当众搜身，对未出阁的女子而言，比灵芝处死还要狠毒。即便今日什么都搜不出，只要这几个老刁仆的手碰到了我的身子，我谢恒的名节也就彻底毁了。谢小姐得罪了，您还是乖乖配合的好，免得受皮肉之苦。滚开！皇上在上，长公主竟敢在御前对臣女动用私刑！放肆！你这贱人，死到临头还敢攀扯本宫！臣女不敢攀扯。臣女今日告发的是后宫会事，查的是天子脸面。长公主不分青红皂白，如此急不可耐的要堵臣女的嘴，究竟是在护谁？你胡言乱语！若沈婷当真清白，为何不查？为何不让禁卫军立刻封锁偏殿，细细审问今日进出过的所有宫人？放着真凶不去查，反倒先来搜臣女的身，长公主的规矩难道大过皇上的王法吗？都住手！皇上息怒。谢家女，你既然在御前开了这个口，便该清楚后果。若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污蔑当朝新贵，甚至攀扯后宫嫔妃，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怕了吗？只要你现在退缩，我立刻就能反咬你一口，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臣女知道。那你还敢告？臣女敢。这谢家丫头莫不是疯了，连命都不要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比起前世在那不见天日的佛堂里受尽折磨，比起流放路上那场冻透骨髓的大雪，这点目光算得了什么？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的唇枪舌语。皇上，这方帕子是谢小姐亲手送给微臣的定情信物。谢小姐曾对微臣说，若今日微臣不肯当众承认与她的情分，她便要闹个天翻地覆，让微臣身败名裂。微臣原以为这只是小女儿家的儿女情长，闹一闹便罢了，她竟将这份私情变成了今日在御前构陷微臣的杀人刀子。皇上若是不信，可命人检验，这帕子上的香气与那偏殿床榻间的余香一模一样，求皇上明察，还微臣一个清白啊！呈上来。天哪，当真是谢家的家纹！我曾见过谢夫人的衣饰的衣饰上也有这个花样。你们看那一角，连她的归宗名绣在上面，这可是女子的贴身私印，铁证如山，想抵赖都难了。就是啊，沈大人若是真有强迫她的歹念呢，怎么可能把这种能要命的把柄随身带着？这分明就是私相授受。真是好演技。
皇娘，你信我，我沈婷若有半点对不住你的地方，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前世雷没有劈死他，反倒是我替他顶罪，替他受过，最后死在了那场大雪里。同样的双手，你以为今生还能骗得了谁？谢小姐，如今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难道你还要继续狡辩，说这是沈大人偷了你的贴身之物不成？母亲，你与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废什么话？本郡主看上的驸马，岂是你这等贱人可以沾染的？今日正好借此机会，将你彻底踩进泥潭，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谢小姐大概还不知道吧？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方手帕，你的罪行也早已败露了。你身边这个叫小翠的贴身丫鬟，方才已经将你的丑事一五一十的向本郡主招认了。小翠，你当着皇上和各位大人的面，把你刚才对本郡主说的话再说一遍。奴婢不敢说。说，有皇上在这里为你做主，你怕什么？奴婢亲眼看见是小姐自己脱了外衣，爬上了沈大人的床。小姐还命奴婢死死守在偏厅门外，不许任何人靠近。小姐对奴婢说，只要沈大人愿意认下这笔风流债，她便能风风光光的嫁进沈家。若沈大人不认，她就闹到浴场去，用死来逼沈大人娶她。奴婢不敢不听啊！真没想到谢家世代书香，居然养出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是啊，在宫宴偏殿就敢做出这种事，真是把谢家的脸都丢尽了。谢恒，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谢大小姐若是缺男人，大可去青楼除洗，何必来这御前脏了皇上的眼？听着这些污言秽语，看着他们高高在上的嘴脸，我胸口的那股怒火在此刻反而一点点平息了下来。好一个亲眼所见！我知道你喜欢我，你承认了又怎么了？正好，我可以光明正大娶你。光明正大娶我，前世他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别怕，以后我护着你。后来护着我的人，亲手把我送进了地狱，让我受尽折磨而死。沈婷，你也配？谢小姐，何必如此？今日闹到这一步，对你没有半点好处，你这又是何苦？对我没好处，哼，那对谁有好处？对你有好处，对长公主有好处，对明安郡主有好处，对那个躲在暗处不敢露面的嫔妃也有好处。你们唯独要拿我的命、我的名声、我谢家的门楣来填坑，是不是？住口！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污蔑本宫！皇上明鉴，臣女若真与沈婷有私，何必放着自家闺房不去，偏要在戒备森严的宫宴偏殿行此蠢事？退一万步说，若真如他们所言，是臣女要赖上沈婷逼婚，那臣女又怎会一开口就告发她与嫔妃私通？告发嫔妃私通，一旦查实，臣女作为知情者也要把命搭进去。臣女是疯了不成？拿自己的九族去逼婚？谢小姐说的有理啊，这逻辑丝丝强口，根本不像是失智之举。若只是逼婚，污蔑私通嫔妃这一招也太蠢了。稍有不慎，便是抄家灭族的大罪，牵连甚广，谁会这么干？这疯女人竟然如此清醒！谢小姐，你这又是何苦？因为你知道，一旦事情闹大，我若不想死，就只能认下与你的私情。皇上，谢小正是算准了微臣不敢拿九族的性命去赌，才敢抛出这等弥天大谎，把一切压成儿女情长啊！真会编，难怪前世你能把科举晚毕的弥天大罪都瞒得滴水不漏，靠的就是这登峰造极的演技吧？臣妇斗胆，
既然谢小姐与沈大人各执一词，不如先搜谢小姐的身，看看谢小姐身上是否还藏有私物情信。若是真搜出什么，也算能定个一二，免得咱们沈大人白受这泼天的委屈。正是，搜身最能证明清白。清者自清，若他谢恒无辜，怕什么搜身？若是不搜，岂不是叫沈大人白白受了这天大的冤屈？这个人，我死都不会忘记。谢夫人，当年你不顾廉耻爬上沈大人的床时，可曾想过会有今日的下场？这些人一个都没变，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就别怪我心狠。搜身可以。这丫头搞什么鬼？竟然不哭不闹，直接答应。但臣女有个条件，搜身必须由宫中内务补的长侍嬷嬷来搜，绝不许长公主府的人动臣女分毫。搜身之前，先封锁这偏地，扣下今日所有出此处的工人，严加产问。另外，请太医即刻来验那榻上的血，看究竟是女子出破之血，还是用来栽赃的旁的伤血。若只搜臣女一人，不查旁人，不验血迹，那便不是查案，而是赤裸裸的杀人灭口，是把所有的脏水都往臣女一个人身上泼。你算什么东西？一个戴罪之女，也敢在御前谈条件？臣女不敢谈条件，臣女只是求一个公道。还是说，长公主您根本就不敢查？放肆！本宫今日非撕了你这贱人的嘴不可！长公主，面对强权，你倒镇定。因为臣女没做过，自然心中坦荡。若最后查明这一切皆是你胡言乱语呢？臣女以命抵命。这不可能，他向来软弱好骗，对自己死心塌地，为何今日如同换了个人一般，竟然敢在御前把事情做绝？谢红，你以为你赢了吗？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沈婷没有慌，我知道她那一对最会作践人的母子，绝不会让我安稳地站在这里。没天理啊！我儿清清白白一个读书人，竟然被这种下贱坯子给缠上了！去死吧你这个扫把星！这声音我死都忘不了。我的儿啊！你苦读10载才考上状元，怎么就惹上了这种不要脸的高门贵女啊？你这狐妹子，自己不要脸皮，还要毁了我儿的前程！皇上啊，你可要为草民做主啊！结局4生4妻。母亲，您怎么来了？是儿子不孝，连累了你。来得真快，也真及时，这正是我绝地反击的突破口。我儿沈婷寒窗苦读10载，眼看就要上主，你这贱人勾引不成，便要毁她前程。大家快来看看啊，这女人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我儿那是正人君子、芝兰玉树一般的人，怎么会看上她这种货色？母亲，您这是做什么？别说了。我为何不能说？你就是心软，才叫这种女人拿捏。你为她遮掩，她却要你的命。这也太难看了，堂堂谢家嫡女，竟被骂成这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臣妇教子无方，惊扰圣驾，臣妇该死啊！可臣妇实在看不得我儿被这种女人逼死啊！我儿自幼守礼，从不近女色，若不是这谢家女动了歪心思，怎会闹出今日这等丑事？谢红这个贱人，你若真有半点廉耻，就该一头碰死在这里，给沈家赔罪！再怎么说也是在御前，张口就让臣女去死，这沈家老夫也太猖狂了。谢恒，你摸着良心说，我儿可曾勾引你半分？分明是你自己犯贱！你送他帕子，假装落水让他救，还在寺里求签时买通和尚，说你们是天作之合。你以为这些事没人知道吗？这些事真真假假掺在一起，最是难辨。帕子是我的，寺里也见过，可落水买通和尚全是没有的事。但只要他说的像，旁人就会信。毕竟在所有人眼里，寒门状元绝不会主动招惹高门贵女，这就是他们算准的死穴。皇上，臣女有一事不明，斗胆请问。今日乃是皇家百花宴，外命妇本就不该擅入内院，神母不过是一介白参，连诰命都没有。
他究竟是如何在禁卫重重的大内直闯宴席御前？是谁在给他开路？皇上明鉴，臣等绝未擅离职守。放肆！你休要在这里转移视线！臣女不是转移视线，臣女只是不明白，若说今日之事仅仅是你情我愿的儿女私情，怎会提前安排的如此天衣无缝？臣女的帕子恰正在沈婷手里，臣女的丫鬟恰好被人收买指认，而这位连内园门槛都摸不到的神母，又恰好在最要命的时候冲进来哭闹。长公主殿下，您见多识广，权倾朝野，您来告诉臣女，这世上真有这样巧合的事吗？谢小姐，你若恨我不肯娶你，大可冲着我来，何苦要将我母亲也牵扯进来？她只是一介村妇，不过是疼我心切罢了。疼你心切？是啊，她最疼你，疼到为了你铺路，可以随口逼死旁人。你胡说什么？看我不撕了你的嘴！我胡说？你方才当着皇上的面当众叫我去死，这也是我胡说。你本就该……哎呦喂！臣妇是一时气急呀，臣妇替我那可怜的儿子委屈啊！原来他连装都装不稳，像他这种市井泼妇，最怕的从来不是规矩，而是别人不肯继续被他踩在脚底上。今日乃是赏花宴，本是君臣同乐的雅事，如今却闹得如此不堪。不管谁对谁错，丢的都是皇家脸面。长公主越俎代庖，沈家母子抢着叫嚣，倒显得朕这个天子成了摆设，荒唐。帝王最忌讳臣下生事，喧宾夺主，真正的机会来了。皇上，臣女今日陷入死局，已不求旁人能信臣女，臣女只求皇上恩准2件事。说。第一，请皇上即刻召太医验偏殿榻上的那抹血迹。第二，请皇上下令彻查今日巡逻的禁卫记录，封锁各宫门卡。臣女敢用项上人头担保，方才偏殿之中必定有宫妃衣冠不整的逃离。放肆！你这毒妇，死到临头还敢攀扯后宫嫔妃，你可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臣女不是攀扯，臣女是在救皇家的体面。你一派胡言！长公主殿下，若榻上那抹羞红真不是臣女的，那她是谁的？若今日不当众查清，任由流言飞入市井，明日满京城都会传出新科状元白日淫乱公遂的丑闻。敢问长公主，届时您想要如何收场？皇家的颜面又该置于何待？谢红，你究竟要我怎样？你回我不要紧，但你何必为了逼我娶你，连整个皇家的体面都要拖下水？皇上，微臣有罪。你若只是想要一个名分，好，我认，我现在就认。哪怕我因此背上污名，哪怕我因此无缘仕途，哪怕我无缘上主，我也认了。我娶你。沈郎，他竟为了那个贱人，连上母的机会都不要了。好大的胆子！沈婷竟敢当众说出无缘上母这种话，把明安的颜面往哪里搁？好一招以退为进，他根本不是在退让，他是在把我往死里逼。只要我此刻露出一丝一毫的犹豫或窃喜，所有人都会立刻淡定，是我用龌龊手段逼迫他自毁前程来娶我。那时谁还会去查偏殿里的嫔妃？谁还会去查什么私通大罪？瞬间就会沦为一个痴缠越女逼婚的荒唐闹剧。好毒的一步棋！若无耻也有境界，难怪你前世能踩着无数无辜者的尸骨，一路爬上高位。沈婷，你认什么？你是认你一边装的清白高洁，一边却在偏殿与宫中贵人苟且淫乱。谢红，你休要满口胡言！还是认你一边吊着长公主和郡主贪图荣华富贵，一边又拿我谢红做你掩盖丑闻的垫脚石？还是说你要认你们母子早就算计好了一切，把这盆私通的脏水死死扣在我的头上，好换你沈婷一个干干净净步步高升的锦绣贤称？谢红，我是在救你，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想娶我，可惜我嫌脏。这是手工戏，他居然还有手工戏！他还是完璧之身，这怎么可能？那偏殿榻上的血根本就不是他的，我们都被骗了！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一定是他自己
什么？沈老夫人刚才骂的那么脏，那么笃定，口口声声说我不知廉耻。如今这一点手工身，比任何巴掌都要响亮吧？不知老夫人这脸疼是不疼？你这个妖女！皇上明鉴，沈状元口口声声说那榻上的红是我的，可我至今也是完璧之身。既然沈状元说不出那血的来历，不如请负责今日百花宴巡逻的禁卫军好好查一查，查一查方才到底是哪位娘娘衣冠不整的离开了偏殿。后宫与外臣私通，若真是如此，只是要把天家的脸面踩在脚下，疯狂摩擦。皇上，微臣冤枉，这毒妇在血口喷人，企图转移视线。皇兄，此女满口胡言乱语，意图挑拨天家威严，还不快把她拖下去割了舌头！我知道我把他们逼到了悬崖边，可这还不够。前世那条命，那一路的跪，那一身的伤，只换他们一个难看。我要把人揪出来，我要他们真正痛入骨髓。皇上，他袖中还有东西。就是这一瞬，我更确定了，那东西还在，和前世一模一样，分毫不差。那是什么？这是贵人赏的，与你无关。你这辈子就安心替我背下这失贞的罪名。拦住他！快拦住他！把这个满口胡言的疯女人拉下去！禁卫，按住沈婷！滚开！别碰我！我是新科状元，我是皇上亲封的状元，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这不是儿女私情了，这是后宫丑闻，是天子头上的污秽，是谁沾上谁死的东西。我的状元郎，我的驸马梦，全都是假的，全都是谎言！不可能，这一定是陷害的！皇上，我儿从小读圣贤书，清心寡欲，绝不会做出这种逾越规矩的事儿啊！一定是这个女子在陷害他。传丽妃。早就知道了。是，所以我才等你，一步步走入死局，自取灭亡。很好，你们真是给朕演了一出好戏。这二人给朕拖下去，分开审，逐一讯问，查出所有关联之人。谢家女，臣女在。你今日告发有功，可你为何会知道那帕子？臣女幼时曾随母入宫，在太后宫里见过娘娘们用此合欢花样。方才大殿之上，沈婷步步紧逼，臣女无意间见她袖中露出断言，那是粉色，但只能搏命一试。你倒聪明。臣女不敢自作聪明，臣女只是想活。送谢小姐回府，今日之事，谁敢外传半个字，严惩不贷。奴才遵旨。有些债要慢慢讨，有些人要一点点看着它落下去，而我可好活着。大小姐，到了，前面就是咱们谢府大门了。恒儿，宫里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那些传话的人说的不清不楚，可把娘给急坏了。娘，没事儿。可是外头都传，是宫宴上出了些事，不过皇上已经处置了，女儿没吃亏，我们回府再说。好，回来就好，快进屋。你们都下去，把门带上，任何人不许靠近半步。是夫人。恒儿，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你跟娘说实话，宫里到底怎么了？我听外头的人说，偏殿那边动静很大，各府的眼线都在传，说是沈家那个沈婷出了事。是，沈婷与宫里的一位贵人有私相往来，逾越了宫规，他们被人当场拿住。皇上震怒，已经发落了。娘放心，这事儿与我并无干系，我只是碰巧在旁罢了。我说那沈家母子平日里怎么总是一副急吼吼往高枝上攀的模样？
原来真背地里干着这种肮脏事儿。恒儿，你今日能全身而退，脱身出来，真是咱们谢家的祖宗保佑啊！祖宗保佑？这世上哪里有什么祖宗保佑？不过是用一条惨死的命换来的清醒罢了。从今往后，能护住我的只有我自己。这缠枝莲的料子，还是我急逼那年母亲亲手为我挑的。可是，只要一闭上眼，满脑子全都是白天偏殿里的画面。这一局我赢了，可我知道沈婷那样的人，就像阴沟里的毒蛇，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绝不会甘心认输。他在廷尉府里的审讯，我等着；他那对恶毒的母子在绝境里会如何攀咬，我也等着。这一世，我不再是那个跪在佛堂里抄经，饿着肚子还要体谅婆母的谢衡了。欠我的，我不仅要一一讨回来，还要让他们百倍偿还。传皇上口谕，谢家女忠正可嘉，特赐玉如意一对，锦缎10匹。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跑这一趟。谢夫人客气了，谢小姐好福气，咱家就先回宫复命了。哈哈，恒儿这回做得不错，遇事不慌，有勇有谋。沈家那个小子，我早就看他眉眼不正，一身的穷酸算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父亲过奖了，女儿只是运气好罢了。前世，他背主投靠明安郡主，帮我坐实了私通的罪名。小姐，奴婢现在可是沈家的管事娘子，这是老夫人赏的呢，您就安心在沈家干活吧。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啊！奴婢是被逼的，是明安郡主的人拿了奴婢的妹妹要挟奴婢，奴婢不敢不听啊！小姐，你大慈大悲，饶了奴婢这一次吧。前世我也曾心软，觉得他是被逼无奈，可换来的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践踏。从头到尾，他就没把我当过主子。你妹妹没事，我已经让人把她从明安郡主府外接回来了，现在很安全。小姐，您救了我妹妹，奴婢。你走吧。今日离了谢府，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小姐，不要赶我走！小姐大恩大德！小姐，我不杀他，是懒得脏自己的手。以后在这京城里寻不到好差事，等待他的只有生不如死，这就够了。大小姐，这是上个月的流水。云锦的进价为何比往常独足高出了1成？回大小姐，供货的商河说路途上遇了山贼，折损了不少货物，这才涨了价呀。山贼？我怎么听说是你掌柜的胆大包天，在中间吃了一大笔回扣？念你是谢家的老人，给你3天时间把缺的银子补上，自己卷铺盖走人。谢家不也是里扒外的蛀虫？老奴糊涂啊！把剩下的账册搬去我书房。大小姐，这几日京中可是翻了天了。赏花宴的事虽然表面上压着，私底下的消息可是精彩的很。哦，说来听听。先是那沈婷，在廷尉府里没熬住刑，全招了，跟丽妃娘娘来往的细节倒豆子似的吐了个干净净。她那种虚伪自私的软骨头，自然受不住廷尉府的手段。丽妃呢？丽妃娘娘被打入冷宫后悬了梁，虽说被人救下了，失了声，整日痴痴傻傻。那个自诩精明的沈老夫人，总不会闲着吧？大小姐神机妙算，那神母去敲了登文板，想替儿子喊冤，结果惹怒了上头，被禁军拖走时，当街滚了一身泥。他犯了绿色，结结实实挨了20大板。如今躺在租来的小院里，连抓药的钱都没了。前世你们将我推下血泊时，可曾想过自己也有这如同丧家之犬？沈婷的功名呢？状元功名被褫夺，终生不得再考。交代下去，府里的人出门把嘴闭紧。这辈子算是完了。沈婷，这只是个开始。大小姐，老爷来看您了。看你房里灯还亮着。父亲，夜深了，您怎么还没歇息？这几日你接手家里的铺子，雷厉风行，处置了几个手脚不干净的管事，干得很是不错。女儿只是尽本分，不让谢家的产业被蛀虫掏空。这次宫宴凶险，多亏了你沉着应对。为父之前只当你是娇养的女儿家，如今看来谢家的骨血没有一个是软弱的。这是城南3家旺铺和城外2处庄子的钥匙，以后这谢家的大半家业就由你来打理。父亲，您信得过女儿？你是我的嫡长女，我不信你信谁？好好干。你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是。不知为何，看着这盛开的海棠，我忽然想起了前世流放路上的那场大雪。这一世，我站在月光下，活着且干干净净，而那些害我的人，正在他们自己挖下的坑里，
一点点的纯血。日子还要继续，谢家的门楣还立着，我还要嫁人生子，过完这一生。可我绝不会再是前世那个把全部指望都压在一个男人身上的傻姑娘了。我手里有账本，有生意，有父亲放权给我打理的家业。客官，您点的桂花糕，咱们这儿可是刚出炉的，您趁热尝尝。多谢，放着吧。哟，外头可是热闹了。听说今天是那犯了欺君之罪的前任状元郎流放的日子，正游街呢。是吗？可不是，听说被判了流放岭南，那可是九死一生的地方啊。客官您慢用，有事您吩咐。呸！什么状元郎，原来是个斯文败类！砸死这个攀附权贵的小人！快走！磨蹭什么？想挨鞭子是不是？我的老天爷！如今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换他们在流放的路上受尽折磨，生不如死。停下干什么？找死吗？坐在这里，端着热茶，清清楚楚的看。这茶是温的，带着一点回甘，正合我意。谢欢，那个小贱人是你害了我们！老实点，死到临头了还乱吠什么？小二，茶钱放在桌上了。刚出炉的糖人嘞，又香又甜。这街上的每一丝风，每一道声音，都是热闹而鲜活的。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间。谢大小姐，叨扰了。阁下时，我家王爷想见大小姐一面，不知大小姐可否移步上车一叙？既是王爷相邀，小女自当从命。烦请先生引路。王爷，京中能称王爷的，除了几位皇子，便只有那位常年称病不出、门庭冷落的端王了。可是端王找我，到底是有什么事？这便是堂堂王府，没有金碧辉煌的雕梁画壁，只有一片略显萧瑟的青竹和几块随意堆放的湖石。这就是传闻中久病缠身、活不过几年的端王。看起来确实好可怕的眼神，这双眼太沉了，根本不像常年卧病的闲散王爷，倒像是看穿了整盘天下大棋的执棋者。谢恒，本王等你等了12年。臣女愚钝，不知王爷此话何意。12年前，臣女不过是个6岁的孩童，如何能让王爷这般挂怀？6岁那年，这件事，谢家曾送过一个小姑娘入宫，给太后做伴读。前世我直到死都未曾听任何人提起过，她怎么会知道的如此清楚？那小姑娘生得白净，极懂规矩，太后很喜欢，在宫里陪了太后3年。后来不知为何，忽然被谢家急匆匆接了回去。本王那时也不过是个7岁的孩子，整日只能躺在太后宫里的偏殿省病。可本王偏偏记得她。殿下，你要好好的呀。12年了，本王再没见过那样干净的笑。王爷记错了，臣女幼时确实进过宫，可在宫中一直谨言慎行，绝不曾与王爷有过交集，更不曾说过话。谢皇，你这撒谎的本事倒是比12年前退步了不少。你若不是那个胆大包天的小姑娘，如何敢在偏殿之上当着皇兄和长姐的面直接喊出那句臣女要告发状元郎与嫔妃私通？那样大逆不道的话，没有一颗敢把自己的命豁出去的心，是绝对喊不出来的。王爷太抬举臣女了，臣女那日不过是被逼到了绝境，走投无路之下的孤注一掷罢了。走投无路？谢皇，本王虽久病在床，从不踏出王府半步，更不过问朝廷破事。可这京城里的大小事情，没有任何一件能瞒过本王的眼睛。你以为沈婷那穷酸书生只是攀上了丽妃的床？你以为长公主只是单纯看中了这个新科状元？丽妃腹中的那一块肉是沈婷的。前世这件事我一直到死都不知道，难怪后来丽妃在冷宫里毫无征兆悬了梁，难怪皇上要将两人严厉分开审讯。如果只是罪不至死，
可若是诛胎案件，混淆皇室血脉，那是欺君，是足以把丽妃母族连根拔起，诛杀九族的死罪。王爷，为何要将这样要命的秘密告诉臣女？因为本王需要你。12年前，丽妃的母族崔家暗中手段使尽，害死了本王的母妃。12年后，本王要整个崔家血债血偿，而你谢恒是这满朝文武中唯一能替本王撕开崔家这道防线的人。王爷恕罪，臣女不过是个险些被害、勉强自保的深闺女子，实在担不起王爷这般天大的重任。你担得起？你前世是死在沈家流放岭南的路上，对不对？他知道，他连这个都知道。我最大的秘密，我最深切的恐惧，在他面前竟然如同透明。你不必用看待怪物的眼神看着本王，本王同你一样。同我一样？对，我们都是这世上本不该活着，却又从地狱里爬回来的人。谢恒，本王不问你前世经历了什么地狱般的折磨，本王只问你一句话：沈婷欠你一条命，丽妃欠你一条命，长公主欠你一条命，整个崔家欠你一条命。你愿不愿意与本王结盟，让本王替你将这些血淋淋的债一并讨回来？他竟然什么都知道。我那凄惨的前世，我极力隐藏的秘密，在他面前竟然无所遁形。王爷既知臣女前世之事，那王爷可知，臣女前世只求一个安稳日子，并不想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知道。既然知道，王爷为何还要步步紧逼？我如今揭发沈婷，不过是为了自保。可安稳这东西，从来不是躲出来的。你今世揭了沈婷的底，虽然痛快，但你已经得罪了长公主、丽妃，还有崔家。沈婷虽被流放岭南，可她那种人，就像阴沟里的毒蛇，只要不死，便会伺机卷土重来。是啊，那日他看我的眼神，恨不得生啖我肉。他绝不是一个会认命的人。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你，会放过你们谢家？那王爷要我做什么？你只需做你本就要做的事，好好嫁人，好好过你的日子。王爷的意思是，本王会替你盯着沈婷，盯着长公主，盯着崔家。等他们自己把脖子伸出来的时候，本王再告诉你该往哪里下刀。敌明我暗，他这是要将整个京城的权贵都当成他棋盘上的弃子吗？臣女多谢王爷提点。谢恒，臣女在，王爷还有何吩咐？本王劝你一句，你父亲近日莫要去赴崔家的宴。王爷何出此言？我爹素来与崔家无甚往往，崔家为何要设宫请？崔家那位三爷前日在朝堂上已经弹劾了你父亲一本。我爹一生清正，崔家凭什么弹劾他？罪名是什么？罪名是教女无方，归狱有亏，玷污斯文。教女无方，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想用毁我名节的方式，顺带将我爹拉下马，好狠的手段！本王已让人把那本弹章给压了下去。连朝堂上的折子他都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压下去，他到底在这京城里布了多大一张网？可崔家既然动了，便绝不会只动一次，明枪易堵，暗箭难防。你回去立刻告诉你父亲，崔家的宴他一席也别去，去了就是死局。快回府，立刻回府！是，小姐，多晚了。春风虽暖，可吹在身上竟凉得刺骨。崔家，你们既然要赶尽杀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大小姐，老爷在里面练字，吩咐了不许。让开！恒儿，怎么这般没规矩？为父同你说过多少次，女儿家不可擅入外书房，成何体统？爹，女儿顾不得什么规矩了。您告诉我，崔家三爷是不是在朝堂上弹劾过你？你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中女儿，如何得知朝堂之事？是谁告诉你的？爹，您别管女儿是如何得知的，女儿只问您是还是不是。确有此事，恒儿，你不必惊慌。那折子递上去后，皇上并未置可否，只说容后在意，皇上圣明，不会仅凭一面之词就定罪的。那崔家的宴呢？爹，他们是不是邀您赴宴了？3日后，崔家设赏贺宴，说是给他家五小姐庆生，京中大半官员都请了。咱们谢家不趟这浑水，想告病不去。所谓事不过三，若再三推拒，怕是当众打了崔家的脸，真要结下死轴了。我打算还是硬着头皮去应付一二。爹，您绝不能去！恒儿，你这是怎么了？去了，
就是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送把柄到崔家手里。恒儿，你到底知道些什么？爹，这是一场鸿门宴，崔家设这个局，就是要害咱们谢家满门。爹，崔家与丽妃乃是至亲，丽妃腹中骨肉一事牵涉皇家秘辛，如今眼看要捂不住了。崔家为了保全自身，急需在朝中找一个替罪羊来转移视线。偏偏前些日子，女儿在宫中偏殿上因揭穿沈婷之事，狠狠得罪了丽妃，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崔家必欲除我谢家而后快。爹，您若去赴宴，他们定会设下圈套，给您扣上一顶大逆不道的帽子，到时候谢家便是万劫不复。简直欺人太甚！好一个崔家！我谢家虽然不及他们崔家权倾朝野、势大根深，却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恒儿，你放心，这赏荷宴为父绝不会去。我明儿一早便上报吏部，就说偶感风寒，卧床不起，不便赴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奈我何。爹，女儿还要求您一件事。你说。崔家既然已经对咱们动了杀心，咱们就绝不能只挨打不还手，否则他们只会得寸进尺。爹，您在朝中可有信得过的、敢说真话的同僚？他是为父的童年，为人素来刚正了，眼里最是揉不得沙子。那便好办了，爹，请您暗中联络周伯父，让他将崔家三爷往日里贪墨的几桩旧案证据翻出来，连夜恒儿密折上。爹，皇上之所以迟迟不处置崔家，不过是因为顾忌势力，苦于没有由头罢了。既然如此，咱们谢家就替皇上递上这把刀。这还是我那个养在深闺、天真烂漫的女儿吗？这般步步为营、杀伐可断的狠辣手段，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懂？恒儿，你何时变得这般？罢了，你是我的女儿，爹信你，为父听你的。女儿告退，爹爹万事小心。恒儿，爹还有何吩咐？你今日出府去见的这位贵人，爹不问是谁，也不问你们达成了什么交易，但你要记住，咱们谢家祖上都是清清白白做人，不管局势多险恶，谢家做事都要做在明处，无愧于心。爹老了，懂分寸。爹不求什么高官厚禄，只愿你一世安稳。爹放心，女儿这一世，哪怕粉身碎骨，也定护得谢家周全，绝不让任何人伤谢家分毫。天这么蓝，崔家三爷，希望你在大理寺的大牢里，也能看到这么好的天。恒儿，今日可是崔家的赏荷宴，咱们谢谷借故不赴，崔家三爷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父亲放心，崔家三爷过了今日，便再也没有机会跟咱们谢家计较。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爷，大小姐，外面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消息。可是大理寺有动作了。督察院右副都使周克制大人今日早朝递了密折，列了崔家三爷近3年来的武装贪墨大案，足足涉及白银6万余两啊！6万两，这是要抄家掉脑袋的罪名，难怪你让我今日称病在家。折子写的滴水不漏，人证物证俱在，皇上已下旨命大理寺彻查。奉旨拿人，田大人等退避！我是皇亲国戚，谁敢动我？放开我！你说什么？娘娘，您怎么了？来人啊！快传太医！好一个收坑之人，好一个大理寺，竟敢查到我崔家头上！谢小姐，这是我家主子让送来的。端王果真是好手段，这般雷厉风行，将崔家的阵脚彻底打乱。这才只是开始，崔家、沈婷欠我的，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婷儿，你撑着点儿，马上就要到岭南了。快走，别磨蹭，到了岭南交界，有你们好受的。什么人？我们可是朝廷的官差，押送的是朝廷重犯。少废话，混！你们是谁？要带我去哪里？救命啊！我的儿啊！谢小姐，岭南来的消息。亲笔写信给他，那个在前世亲手将我推入无底深渊的男人严墨。前世我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提起，可这一世我要亲手将他剥皮抽筋。劳烦送过去。属下遵命。
你先退下吧，我想一个人静静。是，小姐。谢小姐，沈婷的回信。谢恒，你我夫妻一场，何必赶尽杀绝？我虽对不起你，可孩子是无辜的，求你放他一条生路，我愿做马报答你。什么孩子？我与沈婷前世并无子嗣，今生更是早早便断了孽缘。这世上哪里来的他的孩子？难道是丽妃腹中那一块肉？立刻将此信送往端王府，一刻也不得耽误。是。谢大人，本王与谢小姐有要事相商，可否行个方便？是，下官这就告退，王爷慢用。沈婷回信里提的孩子是丽妃腹中骨肉，那孩子难道不是皇上的？不是，是沈婷的。皇上可知此事？皇上还在查，本王有意无意的让人递了些隐秘的线索给大理寺。如今大理寺的人正像闻到血腥味的饿狼一般盯着冷宫。可是丽妃既然知道这是死罪，她绝不会承认，她一定会咬死不说沈婷的名字，只说孩子是皇上的。不错，她不敢招，一旦招了，不仅她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她背后的整个崔家都要跟着陪葬。既然如此，那沈婷为何还要在给我的信里主动提这个孩子？她难道不知道这是催命符吗？以为只要孩子活着，这就是她用来拿捏你的把柄。以为她把这个秘密当作底牌抛出来，你就会为了保住皇家的颜面，或者忌惮崔家的势力而放她一条生路。可她不知道，你从来都没打算留那个孩子，对吗？留着？我只恨不能将他千刀万剐，又怎会留着他的孽种碍我的眼呢？王爷，您打算如何处置那孩子？本王不处置孩子，孩子是无辜的，本王要的是崔家满门的命，不是那一块还没成型的肉。丽妃若不招供，沈婷便死无对证。大理寺就算查破了天，崔家三爷的贪墨案至多也就判个流放，根本动摇不了崔家的根基。所以本王需要丽妃开口。臣女能做什么？你去冷宫见丽妃一面。为何是臣女？后宫禁地，王爷手下能人异士无数，为何偏偏选我？因为你是他最恨的人，恨能让人失去理智，恨能让人暴露出最软弱的底牌，更重要的是，恨能让人开口。是啊，丽妃恨我入骨。若我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她苦心维持的心理防线必将全面崩溃。这是一场豪赌，也是臣女之战。谢小姐，里面都安排好了。里面的人这2日可还安分？还能如何安分？崔家三杰下狱的消息，我们的人已经设法透给他了。他起初还发狂砸东西，这2日倒是消停了，只剩下苟延残喘。端王殿下那边，大理寺的口供准备的如何？万事俱备。之前冷宫里这一位开口，殿下说了，今夜这冷宫唯您一人做主。开门。看你这副模样，确实可悲。你赢了，你把我踩在脚下了，你现在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觉得大仇得报痛快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赢你，你什么意思？我从偏殿上站出来那一刻，要的就不是赢，我要的是活下来。活下来？你谢家有端王做靠山，谁能要你的命？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你我都是女子，我前世死过一次，我比这世上任何人都知道死是什么滋味。我今日来，不是来羞辱你，更不是来欣赏你落败的惨状。那你来干什么？看我死吗？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那腹中的孩子是沈婷的，对不对？你胡说！你血口喷人！这是龙裔，这是皇上的骨血！你怎么敢？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若知道孩子不是他的，这是混淆皇室血脉的谋逆大罪。你崔家满门上下男女老少全都得为这个野种陪葬，
不知道你在要死不说，谁能奈我何？皇上他不会信你的。要死不说，你能撑多久？沈婷已经在流放岭南的路上被劫了，现在她就被压在端王的暗桩里。端王手下的那些刑罚，剥皮抽筋，你以为那个自私懦弱的沈婷能熬得住？不，他不会的，他收工会保我的。你一个人死死扛着，换不来崔家半条命，反而会让皇上觉得你崔家是在蓄意欺君，图谋篡位。那你让我怎么办？谢恩，我到底该怎么办？崔家不能断绝啊！招，把一切都推到沈婷身上，说你受他蛊惑，被他下药胁迫，只有把所有的罪责都扣在那个伪君子头上，你崔家或许还能留一条血脉。你为何要帮我？你明明恨我入骨，恨不得我死，恨不得崔家死绝，你凭什么帮我？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我自己。你招了，把罪名全部定死在沈婷身上。沈婷死，崔家彻底倒台，长公主断去最重要的一臂。只有这样，我谢家才能真正安稳，再也没有人能在暗处像毒蛇一样盯着我父亲。可是这个孩子，皇上怎么可能留他性命？你那腹中的孩子，我替你求了端王，端王会保他一条命。你说什么？孩子出生后会对外宣称死胎，然后秘密送到宫外，由端王安排可靠的人抚养。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会做一个普通的百姓，平安的活下去。你能做到？端王凭什么帮你做到？你们是不是在骗我？只为了骗我画押？端王答应的事，从不落空。谢豪，对不起。这3个字，你该留着去对皇上说。沈婷，丽妃已经全部招认了，从相识到私通，到珠胎暗结，桩桩件件，清清楚楚。他只认是你下药胁迫蛊惑于他，你还想死咬到什么时候？他放屁！是那个贱人勾引我的，是他耐不住寂寞，我没有胁迫他。大人，我是冤枉的，我是沈公子陷害的。到了这步田地，就别再演痴情郎了。这是你与丽妃传信的太监和贴身宫女招供的证词。这香囊是你送给丽妃的私物。王爷说了，你若痛快画押，还能赏你个痛快。暗桩里有的是手段，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完了，全完了！你好狠的心！让他画押！好一个崔家，好一个沈婷，把朕当猴子耍，混淆皇室血脉。崔家满门，剥夺绝流放凝固，预设不限。至于冷宫那个贱人，赐白绫，让他死得干净点。奴才遵旨。谢小姐，行刑已经开始了，您真的不去看看吗？不去，不是不敢，是不愿。前世他推我入深渊时，未曾回头看我一眼，这一世他又算什么东西，值得我就去看他最后一眼？这是刚刚刑场那边暗卫托人送来的。沈婷在受刑前死命扯下这截衣角，托人带给您，他说让您留个念想。烧了，不是痛快，不是解恨，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泪，累极了。我想，我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岳父大人在上，小婿今日立誓，此生不纳妾，不续婢，绝不让恒娘受半点委屈。好，恒娘交给你，我放心。我小时候第一次见你时，便觉得你耀眼的让人挪不开眼。你看什么？就你嘴甜。恒娘，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后我护着你。不，以后咱们一起护着自己。好，听夫人的。我忽然想起前世那场大雪，皇兄送来的贺礼，这并碧莲开的正是时候。刺骨的寒意，挣扎与绝望，仿佛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怎么了？手怎么有些凉？没事，